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Connie 細味人情 Podcast。呢3年我移民生活上都遇到好幾個困難，譬如話天氣太凍，我點過呢？我試過病咗冇醫生睇喎，咁究竟我應唔應該買一份私人嘅醫療保險？點樣可以喺英國生活又保持香港嘅生活質素？ DIY handiwork 我點樣處理呢？今集同大家分享下。首先講下天氣先啦。英國天氣同香港、台灣真係好大分別，有半年時間都要着羽絨，大概10月到4月期間啦。而且一日嘅溫差好大上落，一件褸無論薄嘅或者厚都要不離身。不過就因為長時間已經係冬天，而家溫度到咗12、13度，我就變得好興奮，淨係着一件厚嘅外套就出去通街走，個感覺好似自己健康過以前，冇咁怕凍。係咪自己呃自己呢？因為一日嘅溫差好大，嚟咗英國之後呢，我氣管比以前更加敏感。每年春夏或者秋冬，我好容易咳，而且一咳就幾個月。仲有每年4、5月嘅時候，花粉症高峰期，我因為住咗喺呢度就得咗花粉症。第一年唔知點處理，耳仔後邊就起晒紅疹，又痕又腫。第二年就識得預先食定藥，打定底，仲要加埋用口罩。所以話移民真係有代價㗎。英國冬天嘅日照好短，好多時要趕住喺天光嘅時候做晒所有嘅嘢，天黑前好快啲返屋企啦。呢度嘅馬路唔似香港咁燈火通明，入黑呢視線揸車就差好多㗎。而家我明白點解英國人或者歐洲人每年到咗夏天一定要放長假去旅行，好好享受翻唔見咗冬天嘅日照時間。尤其是冬天，成日都會令我諗起我住喺台中嘅嗰一年，特別乾燥，冇乜雨水，每一朝起身差唔多係保證陽光普照，點會唔懷念呢？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病咗冇醫生睇嘅經驗。胃痛係我個老毛病，一年總會發病一次。今年3月又係病發期啦，嗰日應該係胃發炎、胃抽筋，嘔咗成日，嘔到黃膽水都冇得嘔。好彩屋企有朋友嚟自香港，就陪我去睇醫生。可惜我瞓咗喺急症室嘅凳上邊，瞓咗5個鐘，一個護士醫生都冇嚟睇過我，已經差唔多去到半夜，死死地氣，唯有返屋企啦。但係都係覺得唔係好甘心，第2日再去醫院一趟，但係都係冇機會見到醫生。呢一次嘅胃炎，我應該係喺屋企慢慢漚好嘅。但係呢次嘅經驗就嚇怕咗我呢個嚟自香港嘅朋友，佢話佢唔係好容易接受點解病咗冇醫生睇，起碼喺香港、台灣可以去私家醫院或者診所，總會揾到一啲醫療服務。好可惜呢一度嘅私家醫院係冇 A&E， 佢反過嚟仲語重心長咁問我，究竟你係咪可以喺度住落去㗎？呢個胃又唔好，醫療服務對我哋嚟講一年會比一年緊要。由香港嚟到英國住嘅朋友，通常都會有 NHS， 就會覺得比較安心，因為我哋之前已經 upfront 俾咗未來幾年嘅費用。我以前住喺香港嘅時候，長年累月都會買一份私人嘅醫療保險，差唔多根深蒂固㗎喇。去到台灣嘅時候，健保好全面，就算真係要額外俾錢呢，金額都叫做尚算負擔得起。而家喺英國，我嚟到第1個月就已經開始研究呢樣嘢，但係比我想象中困難好多，因為嘅概念同埋內容同香港嘅保險都幾大分別。我試過問過好多本地嘅朋友，佢哋冇特別去考慮呢樣嘢，因為有 NHS 根本就覺得已經 OK， 又或者有另外一啲佢哋公司已經 cover 埋，所以亦都唔需要咁考慮。咁我就去問香港嘅朋友啦，年青嘅梗係唔理我啦，冇病冇痛，諗嚟做乜嘢？同我年紀差唔多嘅呢，佢哋通常就係成個家庭廢寢忘餐，邊有時間睇呢啲嘢啊？調轉個頭仲問我，喂，你搞掂咗話俾我聽，睇下可以點做啊？好彩最後都揾到一個朋友意見。
我今年年初就真係買咗一份本地嘅私人醫療保險啦，費用大概900磅左右啦。因為咧我包括咗一啲 optional service， 譬如驗眼啊、整牙呢啲咧係我俾咗錢先，之後可以 claim 翻嘅。實質我一年嘅費用500磅左右啦。當然跟我以前香港嗰份醫療保險好唔同，不過我都慶幸自己買咗，因為我先前住嘅城市人口好密集，超過30幾萬，但係咧就淨係得一間規模大嘅醫院，可能資源上分配唔足夠，加上我運氣又唔係好好，我唔係成日可以睇到醫生㗎。我買咗嗰份私人嘅醫療保險，有啲小病痛呢，我就通常就聯絡佢哋嘅 panel 嘅醫生，1-2個鐘都會揾到醫生睇㗎啦。佢哋照樣開藥俾我去藥房買，而且個病歷亦都可以透明化咁俾翻 NHS update 翻，咁對我嚟講都叫做有個 support。去到最後，今年7月，我返咗香港，做晒所有嘅身體檢查，攞埋晒胃藥傍身啦。今次咧真係唔係淨係探親啊，都係一個醫療旅行。我有一個小 tips 可以同你哋分享。其實我係時候需要照腸，我本來諗住返香港就一次過做埋，咁但係香港醫生話唔可以幫我做呢個檢查，因為做完之後1個月內唔可以飛，反而佢就寫咗醫生紙俾我返嚟 NHS， 而家就已經安排緊啦。每個人嘅遭遇經歷都唔同嘅，私人醫療保險係一啲好個人嘅選擇，我淨係將我自己嘅經歷去同大家分享，俾你哋諗下自己有冇呢啲需要啦。我上一集亦都提過，要揀一個自己中意嘅城市嚟落腳，我認為呢一個喺移民生活上係一個重要嘅環節。不如講下我自己啊！我第一個落腳嘅城市就住咗年半，最初嘅時候有朋友，而且位置都唔錯，出倫敦都唔需要30分鐘。但係咧，我每到週末我就唔係好開心，所以租約滿咗，我就決定離開，老遠咁跑去一個又冇朋友嘅城市，差唔多嘅租金，住嘅面積就細好多。我曾經自責，我係咪太奢侈，又有啲任性呢？老遠咁走去一個冇朋友 support 嘅地方住。但係當我第一日喺地產公司攞咗鎖匙打開道門，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我好中意留喺呢個屋企。如果我需要到外邊去行下，5分鐘唔到就可以接觸到人群 lively 好多。可能我始終都係一個城市人啊。因為我相信我係一個城市人，比台灣、香港仲壞晒啦。以前呢冇做過乜嘢 DIY handiwork， 嚟到英國就完全唔同啦。自己唔做就要花錢，有時候你想花錢都揾唔到人幫手。譬如抽油煙機嘅換燈膽啦、泵胎氣啦、我為架車鏟雪啦，呢啲簡單嘅工作我而家自己搞得掂㗎啦。以前有人講過，一個人會影響另外一個人，我覺得呢個道理都幾啱。不過而家我覺得一個地方都可以改變一個人㗎。我靜雞雞講個秘密俾你哋知啊！我以前呢有一個強項叫做半途而廢啊，但係我而家竟然發現自己堅持到一個人移民生活都確實唔錯。你話我係咪變咗呢？有一個網友對我提出一個幾好嘅問題，佢話喺英國住點樣可以維持同香港差唔多嘅生活水平？毫無疑問，英國唔係一個消費低嘅城市，越住近倫敦消費就越貴。但係我會整體嚟比較，唔會淨係用一個 absolute amount，因為我哋講緊嘅係生活質素。當然最基本嘅水電費確實比香港貴好多。至於租金就要視乎你住喺咩城市咩區 ，overall 環境空間都比香港大好多，仲有空氣質素呢，休息嘅地方同埋可以四周圍去嘅地方，確實又比香港多好多喎。至於飲食方面，不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啊。3年前我仲喺香港住緊嘅時候，一杯 Starbucks 嘅咖啡要港幣37蚊。今年年中我返到香港，差唔多去到40幾50蚊一杯，我真係覺得好貴。而家我每一日出去會飲一杯咖啡，大概3磅，即係港幣30蚊左右啦。普通嘅連鎖咖啡廳，環境空間感其實已經唔錯。我攞住部電腦喺度做嘢，個零2個鐘都冇人理我嘅。
生活質素係需要 Apple to Apple 咁樣比較嘅。世界上冇完美嘅地方，移民生活亦都唔容易，去到邊度都會遇到唔同嘅困難㗎啦。我相信只不過係我哋用一個乜嘢心態去面對，慢慢一個困難一個困難咁樣拆解咯。每個人都有自己嘅 formula， 點樣令到自己喺一個新國度生活得開心啲。多謝大家收聽呢一集 Connie 細味人情 Podcast。如果你哋有類似嘅經歷或者困難，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